到1225年，鐮倉幕府的職權政治體系在2年之內就失去了北條義時這個領袖和北條政子這個定海神針，陷入了群龍無首的狀態。新任職權做北條泰時效仿元代朝時候的13人合議制度，在職權政治下也採用了大貴族們開會商議國家大事的合議制。泰時他是希望將職權時代的合議制設計成長期制度，在這個類似於貴族議會的組成形式中，北條氏的職權當然是議長。和當初的13人合議制時期一樣，議會中需要產生一個聯署官，既有副議長的職責，又可以拒絕聯署以限制職權的獨斷，其他人則為評定眾。由於現在的合議制人數不固定，也就有了對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發言權和表決權這種更細緻的操作方式。那隨着職權加合議制度的穩定運行，為了進一步保障制度安定，1232年，北條泰時簽署了《御成敗事目》，作為武士統治時代的附加成文法，其中既包含了針對中央一級的合議制的原則的規定，也有針對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的行為，哪些屬於規範，哪些屬於慣例的規定，還有對地方治理和斷案的公平性和考核標準的規定。《御成敗事目》成為了鐮倉時代的基本法。穩定的規則帶來了個人行為後果的可預測性，也就帶來了民間社會的活躍，使得鐮倉時代明明是第一個武家政權，卻成為了整個日本武士時代中繁榮穩定的時期。北條泰時之所以要做這些事，除了因為他確實沒有能力自己一個人一言九鼎，也是為了解決當時對政權持續最為重要的地頭問題。地頭原本的職責是收稅和維護治安，其實是元代朝給功臣們分配利益的一種形式。當然呢，御家人也是可以自己同時擔任國司和地頭。但是在北條政子死後，各地的地頭的行為變得越發的放肆，各地都出現了地頭私藏稅金呀、趕走莊園主自己當土皇帝呀、增加苛捐雜稅呀之類的事情。很多地方的莊園領主都是沒有辦法，後來就發展出了稅金納入代行契約，要求地頭按時按量向莊園主人交付稅金，其他的一切就任由地頭了，稱為地頭請。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地頭繼續兩頭撈錢，政權又偏袒這些武士，大家也拿他沒有辦法。又有些莊園選擇長痛不如短痛，直接割地給地頭請走瘟神，稱為下地中分。作為開國功勳，你剛建國的時候搶大戶就算了，這都第5代統治者了，現在搶奪竟然比剛結束亂世時還要嚴重，民間也是越來越不能忍了。北條泰時的主政時期，貴族們和寺廟神社們對地頭的訴訟滿天飛，而當時對土地糾紛的裁判制度是極其消耗時間的3問3答制，需要來來回回在產生爭議的地方政府、鐮倉幕府、京都朝廷3個地方進行審判，有時甚至會耗時幾十年，爺爺的官司到孫子輩才能打完。稍有生活常識的人都能看出來，這本是掌權者既不希望人們訴訟比自己擁有更高社會優勢的人，又不希望給民間落下了自己治下沒有公平申冤途徑的口實，就想了個假借公平之名抬高這種訴訟門檻的辦法，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民告官先打一頓。那從北條泰時開始，就要考慮從江山義取轉向順手制了，也就希望分配更多的公平和希望。於是抬高成文法在社會治理上的地位，自然引起了這些年所積壓的不公爆發出來。到北條時代職權時期，繁榮與穩定的預期持續，可以進一步釋放公平和機會，便又設立了尹復作為專業官僚團隊，加強裁判工作的效率。北條泰時和北條時代2代的良好治理，使得北條氏的統治被接受。北條時代也開始推進職權作為實際政權統治者的表面化。同時，時代也加強了北條家的權力，還加強了北條家內部的宗族結構，將北條義時一脈設置為德宗家，作為北條氏的本家。故而，鐮倉時代的政治體制也可以稱為德宗專制政治。這種變化自然引起了北條氏各個分家的不滿，一些有力的御家人也參與到北條氏的內部爭鬥，最終不可調和，鐮倉幕府短時間進入了內戰。不過，北條時代出乎大家意料的表現出了強大的戰爭才能。雙方開戰不久的1247年，就通過保治合戰擊殺了反抗軍中的旗艦勢力三浦泰村，然後風捲殘雲的鎮壓了叛亂。之後，北條時代也不用藏着掖着了，直接以德宗專制政治的形式，明確了職權才是政權的統治者。由於鐮倉幕府中早期的政治形勢十分有趣，到這裡已經連續聊了2集半了，那我們也得看看其他的方面。先說文化，鐮倉早期日本最明顯的文化變化是佛戒在心。注意，我說的不是佛教在心，是佛戒在心。一開始呢，從保元之亂之後連續的戰亂，使得人們對心靈慰藉的需求上升，佛教傳播又進入了高潮期。
而在這個信息閉塞的時代，數十年的戰爭打打停停，使得人們對當下情況始終不安，不知道外面現在到底是戰時還是和平時期。而平安末期的寺廟已經發展成了另一種形式的莊園主。現在人們在尋求寺廟給予精神慰藉的同時，也尋求信息和安全的庇護，這樣就給了寺廟們進一步發展割據能力的需求。到鎌倉早期，許多寺廟的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參與政治鬥爭了，他們與貴族結盟，與地頭作戰，積累了豐富的財富和權力。在這個時候，日本最流行的佛教流派依然是平安中期開始崛起的淨土教。對信徒而言，只需要念誦南無阿彌陀佛，即可蒙佛恩蔭進入極樂淨土。之後又得益於名聲法然的部教，他主張只要心存南無阿彌陀佛，並且念佛就可以前往天國。這種主張被稱為專修念佛，使得鎌倉時代的淨土教進一步發展出了門檻更低的淨土宗。現在呢，即使是佛教法師們，也無需學習和理解複雜的佛教哲學。很多寺廟也不再有抄寫經書啊、體能鍛鍊啊之類的硬性要求了。那這些和尚們只需要打坐和唱誦佛經作為修行即可，這自然使得佛教作為一種信仰的傳播更加的廣泛。雖然可能傳播途中，在很多人那裡都已經很難稱得上是一種思想或者一種哲學了。自然，對於堅持嚴格修行、尋求思想領悟的僧侶們而言，淨土宗的傳播是利用了佛教的名頭傳播自己的勢力，斷然無法接受。很多名僧出面反對淨土宗教義，但是對擁有強大世俗實力的淨土宗而言，這些傳統佛教信徒們現在不過是一群圈地自萌的小圈子，根本不值一提。然後法然的弟子青鸞又在淨土宗的基礎上創立了淨土真宗。除了專修念佛的主張一樣，淨土真宗主要的發展是惡人正機說，也就是欲望深重的惡人比善人更需要拯救，所以只有真正的惡人才是阿彌陀佛拯救的对象。在淨土宗和淨土真宗的影響下，鎌倉中期又出現了一位名叫一遍的僧人，創立了十宗。十宗的教義認為，阿彌陀佛已經與我們立約拯救世人，他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影響那些不信佛的人，所以信不信都無所謂，跳舞吧，我們都會被拯救的。此說簡稱永念佛，也吸引了大量的信眾。這三種教義的信仰對象都是阿彌陀佛無條件的救贖，減少自己的負擔。在日本可以並稱為他力本願信仰思想。而同一時期呢，在宋朝流行的佛教流派則正好相反，是強調坐禪修行和內觀的禪宗。榮西禪師將禪宗思想帶到了日本，這便是臨濟宗。這個宗派強調自身努力苦修和自我突破，通過師父提出問題的方式，迫使弟子思考悟道。這種傳道形式稱為公案問答。道元禪師則是從中國引進的曹洞宗，主張嚴格戒律和苦修，要求門人在打坐冥想中實現悟道，稱為止觀打坐。臨濟宗和曹洞宗在鎌倉的教義可以稱為自力信仰思想。榮西禪師和道元禪師也是日本茶道文化形成的兩位關鍵人物。感興趣的觀眾可以回看之前介紹信長通過茶道實現了統治的視頻。你可能會覺得自力信仰思想比他力本願信仰思想更符合大眾對僧侶的刻板印象，因此前者才是正確的發展方向。不過嚴格來說，從思想和哲學的角度看，兩種方向都是開歷史的倒車，都是幾乎完全放棄了真實的佛學，而借用了佛教信仰，憑空想象就希望獲得頓悟，其實都是借佛教之名入世的宗派。鎌倉時代真正意義上的佛教傳承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日蓮宗，其開宗祖師乃是日蓮聖人，他也是日本天下五劍之一的蜀珠丸恆次的主人。詳細可以看之前介紹天下五劍的視頻。日蓮宗從天台宗發展而來，以法華經為最高教義，誦經時也會唱誦法華經題目，修行內容也多為複雜的佛教經典與哲學思想。因其信仰釋迦牟尼佛曾經說過萬物皆可度化成佛，因而與世俗亦多有交往，成為了真正佛教傳承中在鎌倉時代最為顯眼的宗派。那現在800年過去了，歷史還是比較公正的。同為鎌倉時代一個佛教宗派的開山祖師，自力和他力本願幾個宗門的，現在被提起時一般都是直呼名諱，為表尊重，有時也稱為某某禪師、某某法師。但是唯有日蓮宗的開山祖師，至今依然當得起一聲日蓮聖人，將本是救世的經典斷章取義、牽強附會，利用其聲望為自己的入世功利服務。無論其在當時的傳播有多廣，吸引了多少的信眾，縱使騙得了一時，也騙得了一世，也始終騙不了子子孫孫。歷史會記住誰才是真正的聖人。
就在這镰倉時代的政局、經濟生活、文化生活都看起來越來越穩定的時候，幕府收到了一封外交書信，其內容為：希望你我兩國能建立友好關係，今後我願兩國可以加強互信。若是我們不能互相理解，又怎能親如一家？落款人是蒙古帝國第5代皇帝大汗忽必烈。都看到這兒了，還不點個讚嗎？我們下期再見。